你想死吗？你怎么知道我是费小六的？我本来想着以后见到你就装作不认识你。我体内还有你的蛊，你想赖掉你发的誓吗？你很会骗人。这不算骗，我本来也是门小六。浩灵王姬，难怪那日你死也要救苍玄。你说过的话，还有哪些是假的？不如今日一起坦白了。放心，我不会杀你。我说过，我这个人只说废话，不说假话。我之前跟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世界以痛吻我，我却保持一个涂山璟的身份生活了好几个月，自己都没有意识的，就是去用涂山璟的思维已经去考虑任何事情和问题了。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涂山璟的那种崩溃。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好，接不接生意是你的事，给不给得起报酬是我的事。这次饰演的长相思的涂山璟，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青丘涂山璟是小狐狸，然后他很有钱，也很会做生意，也是和小妖常相守的人。夜17的时候，因为他很轻松，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然后每天在清水镇，全世界都是小妖，所以到了涂山璟的时候，他的心里不只有小妖，还有一些家里面的人，然后还有一些身上的事情，有很多的关系被羁绊住了，所以就是非常的身不由己。和涂山璟共处的这段时间里面，作为演员来说是一种怎么感受？因为是以涂山璟的身份生活了几个月嘛，所以我可以就是很深刻的感受到他对小妖的爱，然后以及涂山璟被背叛的时候，或者是被欺骗的时候那种难过。我不想做涂山璟，也不想报仇。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世界以痛吻我，我却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觉得他选择去原谅曾经伤害过他的人，选择和仇恨和解，这种力量非常的让我感动，是一种非常坚韧，然后又非常伟大的一种温柔。所以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力量感比较强的，他的力量感都在他的心里。他被自己的哥哥折磨了很多年以后，但是呢，他因为身边出现了小六，然后让他重新相信了这个世界，他也去选择了去原谅曾经伤害他的哥哥。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叶时奇。我知道你讨厌涂山璟，努力克制自己不来见你，但我做不到。这次其实剧中饰演的是2重身份嘛，就涂山璟和叶时奇。就在饰演这2重身份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叶时奇的话，他呢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也没有那些责任在，他的全世界呢都是小妖。
涂山璟的世界有太多的身不由己，所以就是看到后面的剧情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心疼他，就是真心的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善待涂山璟。但是我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刻意的去区分两种人物状态，因为叶时七和涂山璟是一个人，只不过是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所以像在演叶时七的时候的话，因为他的世界很简单嘛，所以说身心上面就是比较放松和自在的，然后无忧无虑，每天都很开心。必须要只听我的。然后在演涂山璟的时候，那拍每一场戏之前，我可能就会把这场戏的上一场，甚至是更前面的场戏都要去复习一下。其实是因为涂山璟在每个时期遭受的一些痛苦、压力以及情感都不一样，所以要把他经过的每一个事件都连贯起来，达到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连贯。这样的话，能够很准确的让我去找到他的情绪，进入角色，然后让涂山璟这个角色引导我进行表演。作为演员来说，你觉得挑战哪一重的时候是会更挑战？涂山璟吧，因为涂山璟他遇到的事情太多了，不管是家里面的事情，或者是自己爱情上面的事情，心里承受的事情很多。经常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着急，然后又很生气，但是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我觉得这个来说对我是自己一个挑战，就是要稳住我自己的情绪，因为太多时候我都想去替涂山璟去让他做事情干脆一点，但是涂山璟是一个细腻的人，他会顾及每一个人的感受，他很怕去说话什么伤到对方。邓为本人和涂山璟之间，他有纠结和挣扎在，纠结很大。我经常在半夜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遭遇非常的难过，深深的带入了角色。对，深深的带入了这个角色，因为跟他相处了也有半年的时间吧，就是甚至我自己在那段时间里不拍戏的时候，会以涂山璟的这个思维去考虑事情。那作为演员来说，去感受这些东西，怎么样能让自己快速的去带入他呢？其实在进组之前的时候，就有很认真的在看这个角色，然后会去写一些人物的阐述，把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的话都画出来，去理解他，去看他，其实就是为了提前把自己带入到角色里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到现在为止，想起来还很印象深刻的戏份有什么吗？因为刚才也说过了嘛，涂山璟的身份生活了好几个月，自己都没有意识的，就是去用涂山璟的思维已经去考虑任何事情和问题了。我是非常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他有多么的爱小妖。那场戏就是他最珍重的人以一个鲜血淋漓的一个样子躺在自己的面前，然后我真的是感受到了涂山璟那种崩溃。现在聊起涂山璟，还是会控制不住情绪，控制不住。虽然说知道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美好的，但是也很清楚中间都经历过什么。这就是做演员的比较奇妙的事情。经历这些角色的事情，就是给我带来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体验。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演员这份职业独特的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只有演员这个职业才能体会到每一份不同的人生和人物。其实对你来说，这个角色他经历的是一个超过这个年龄应该承受的事情，对于你自己本人来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让我去体会到了我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的一些情感、一些事情和经历。对我来说的话，我其实还是非常开心的。虽然说过程中自己本人会很难受，但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真的很珍贵。不要！圣国可以有战死的将军，不能有投敌的王储。欲伤我子民，先问过我的剑。布阵。形之美，人人可见；心之美，非眼能看到。我愿意读下。这2年来，大家对你的期待值和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嘛？你觉得有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压力吗？压力其实还好啦，我对这些其实想的不会那么多。我就是想要做好我能做的每一件事情，反而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可能压力会有点大，就比较专注自己，还是我会更加的去注重我拍戏的时候，像是塑造角色啊之类的，像是大家说的我不足的地方的话，可能我自己不会去看的话，但是我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我，我会努力去完善，因为我其实自己要去努力的地方很多的。在那个过程中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吗？
其实说不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需要继续修行的地方。就演员邓为来说，你觉得告别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是在什么时候呢？告别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不可能是杀青的当天，我完全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说我后面没有马上进组的话，可能就是会